造改朝换代的惊天逆转。中国秦朝末年遭到对错的起义军面临生死存亡，项羽挺身而出，率领势单力薄的部队，在巨鹿一举击败了秦军武力精锐之师，成为起义诸侯联军的统帅，号令天下。但他的人生巅峰华彩绚丽，时光短暂。仅仅5年之后，项羽的人生大戏就戛然而止了。那么，在这短促的5年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项羽率领战胜大秦帝国精锐之师的40万大军，一路兴致冲冲来到函谷关前。但他没有料到的是，竟然有人捷足先登，阻止他进入关中。函谷关坐落于今天的河南省灵宝市北。自春秋战国以来，函谷关就一直是秦国扼守关中本土的咽喉要地、军事重镇。秦国曾经依据函谷关的天险，一举击败6国军队，使6国军队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公元前206年的那个冬天，当雄心勃勃的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抵函谷关前，准备进取关中时，却意外地被自己的友军部队阻挡在了关外。这支在函谷关前试图阻止项羽部队入关的友军，正是他反秦战友刘邦的部队。刘邦的性格呢，跟出生于贵族的项羽不同，他出生于社会的下层，属于平民家庭，而且呢，长期混迹于市井，所以他社会经验、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处事比较圆滑。当楚怀王指派刘邦攻打秦帝国大本营关中时，连刘邦自己都没抱多大希望。凭当时的条件，派刘邦军队攻克关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楚怀王也未必指望他能完成这个任务，只要能牵制秦军的行动也就足矣。所以，刘邦的部队始终在彭城附近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败多胜少。直到从北方传来巨鹿大捷的消息后，他才开始向西进军。因为实力不济，刘邦避开了秦军重兵把守的函谷关，选择了从南线绕道南阳郡进攻咸阳。在经历了一路坎坷后，终于杀入了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关中，一个面积巨大的盆地，渭水滋润着两岸的黄土地，丰饶富庶。公元前206年10月，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历史拐点。刘邦的队伍占领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占据关中以后，不但没有杀掉秦王子婴，还约法三章。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要买人心。我觉得刘邦的用意呢，第一在于他便于他在关中称关中王，第二是便于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他的目的不是仅仅盯着关中。刘邦的阻挡让一心杀入咸阳复仇的项羽非常生气。他的大军迅速拿下函谷关，穿越关中平原，推进到细水河畔的鸿门高地。这里距刘邦驻军的灞上只有不到20公里。鸿门宴，司马迁，沛公军灞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望关中，使子婴为相。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入选中学语文课文的恒久篇章，也是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高潮段落。许多年来，这场其实并不丰盛的晚宴一直在人们的心中无穷的演绎，直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宴会。2000年前的鸿门宴，项羽和刘邦各自真正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鸿门在今天西安市临潼区东5公里的鸿门堡村，是当时通往新丰、咸阳的必经之路。项羽进驻鸿门的当夜，刘邦的部下曹无伤派人密报项羽，刘邦要独霸关中称王。军师范增建议项羽事不宜迟，消灭刘邦。项羽不动声色地调动部队向刘邦的灞上驻军2翼展开，形成扇形攻击阵势，同时传令明早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全面进攻刘邦。当时项羽拥兵40万，而刘邦只有10万人，力量对比一目了然。但是项羽没有想到，一个致命的漏洞在自己内部出现了。项羽的堂叔项伯为报答刘邦军师张良的救命之恩，连夜赶来通知张良赶快逃命。张良将这个情报立即告诉了刘邦。所以刘邦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惊，第二个反应是为之奈何，就向张良讨教。张良才给他说了一句话：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就是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第一，你要抓住一个关键人物项伯；第二，你要抓住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死死地咬着，说你不敢背叛项羽。这就是张良为刘邦策划的应对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的谋略。次日清晨，刘邦率110个随从直奔鸿门而去。刘邦率人来到细水河畔的项羽的军营，面对怒气冲冲的项羽，非常谦卑恭敬地表示自己与项羽一直是并肩灭秦的战友，对项羽并无不敬之意，希望项羽不要听信小人的挑拨，伤了双方的和气。年长自己13岁的刘邦如此低声下气的赔罪，让年轻气盛的项羽很是受用。他轻率地相信了刘邦的诚意，甚至对自己昨天的怒气有了歉意，以至于将曹无伤告密的事情也向刘邦和盘托出。
鸿门宴说明了刘邦在政治上的高明，就这个人在政治上那是先知先觉，他已经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本来是战友，随着秦子婴的投降，两个人已经从战友变成了敌我。谁能先意识到，谁叫先知先觉，意识的晚的叫后知后觉，就被动了。项羽是个后知后觉者，他意识不到。既然双方的关系已经从敌对状况恢复成了战友，心怀歉意的项羽自然要大度地设宴款待上门赔罪的刘邦。按照秦汉时的习俗，宴请时候的座次是大有讲究的。鸿门宴上，项羽面向东坐，是最尊贵的位次；范增面向南坐，是第二尊贵的位次；刘邦面向北坐，是第3位的位次；张良面向西坐，是最下一等的位次。这个在《史记》记载中动辄骂曰的刘邦，此时谦卑恭敬，小心翼翼，一句骂人的话都没说。就刘邦一生而言，这是第1次，也是最后一次。而看穿他表演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范增。项羽没有把刘邦看得那么重，他是一个高傲自负、自视天下第一的人，没有把你刘邦看作我的对手，不值得这样做。但是呢，范增不一样，范增他对人有预见的，他觉得这个人非常危险，所以要除去他。宴会之前，范增已经设计好了天罗地网，他再三叮嘱项羽要杀了刘邦。此时见项羽改变了态度，范增只好出面招呼项羽的侄子项庄到宴会上表演剑术，寻机刺杀刘邦。这个策划后来几乎每一代中国人都知道了，并且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范增没料到，项庄舞剑，项伯也起身舞剑，不断用身体阻挡杀机四伏的剑锋。甚至在那一刻，项羽和身边的人一样，都不曾想到，这位自己看重的族长，在一夜之间已经结党成了仇敌的亲家。危急时刻，张良离开宴会，找到对刘邦忠心耿耿的武将范快。范快不顾一切地闯入帐中，高腔大嗓谴责项羽说：“如果对忠臣良将还要报以诛杀之罪，那么天下人心还会归顺大王吗？”这是鸿门宴上最紧张的时刻，一时间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只要项羽动动指头，那这场宴会瞬间就将变成鲜血淋漓的屠宰场。但在项羽看来，如此紧张沉闷的酒席宴上，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鲁莽角色，不顾死活地为主子打抱不平，这让他陡然兴奋起来。显然，爽快性格的项羽对这个勇敢直率的猛士颇为赏识。
他赏赐给樊哙一只生猪腿，并且让他喝酒，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樊哙横冲直撞的戏剧性给刘邦制造了绝好的机会，他趁机离席脱逃，步行逃回了自己的营地。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处死了曹无伤。鸿门宴充分显示了项羽这个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他意识不到，他这个当刘邦从那个汉中又杀回到关中以后，长达半年的时间，他都意识不到刘邦是他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鸿门宴，当后世的人们提到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时，都会为项羽没有杀掉他的劲敌而惋惜。然而，也有专家认为，项羽不杀刘邦，正体现了他所代表的秦汉之际中国贵族士大夫身上即将消逝的最后一丝道德亮色。特别是他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的时候的那种勇敢，就是鸿门宴里头他放过了刘邦，他不搞这种偷袭和暗算，他敢于和竞争对手公平竞争。刘邦又这样彻底的把这一切都交给自己了，归顺了。你再杀他，从古代贵族来说都是不祥的事情。这个是都是范增的主意，因为范增我们就说他就始终觉得这个人是威胁，所以不但他不想杀，就他的部将，你想包括像英布、蒲将军，他里面还有桓楚，这些人都是功臣啊。大家和刘邦原来都战友啊，他和刘邦原来的战友都是结了兄弟的。这个时候你杀，那是不管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的。公元前206年冬天，在举办了被后人争论不休的鸿门宴后不久，项羽率领大军踏入大秦帝国的首都咸阳。充满仇恨和渴望的六国军队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据史书记载，项羽和他的军队处死了秦王子婴，大肆掠取秦王朝金银财宝，纵火焚烧了秦桓公。这场大火整整蔓延了3个月之久，使繁华的秦帝国首都最终变成了一片焦土。对咸阳的破坏和之前的杀降使项羽给后人留下了残暴的深刻印象。在这场大火1000多年之后，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牧在他的名篇《阿房宫赋》中，以“楚人一句可怜焦土”8字，将项羽牢牢钉在了火烧阿房宫的耻辱柱上。项羽真的如此暴虐吗？这里是位于西安市城西13公里处的一片村庄，村庄的名字透露出些许古意，巨驾庄。以此为中心1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是当年闻名于世的阿房宫遗址之所在。2002年10月，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开始了深入发掘，试图对这座雄伟壮丽的宫殿一探究竟。然而，艰苦细致的考古发掘工作得出的结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时进入这工地的时候，我们起码认为在这个大的夯土台子上应该有宫殿建筑，但是他挖了2个探方，没有秦代堆积层，而且出来的是东汉以后的砖瓦，我这时候就心里有点傻眼。会不会是项羽的火烧毁了阿房宫？考古队继续在遗址范围内展开探查。
他们在前殿遗址保护区内用洛阳铲打了密集的探洞，试图寻找到毁坏的建筑材料和火烧的痕迹。但是就是除了房子所遮的地方、水泥路面所压的地方之外，只要有人能过的地儿，我们都进行了密探。你比如说像羊圈里头，我们都上羊圈里头钻探去了，然后就是兔子窝旁边啊都不放过，猪圈旁边、厕所旁边，夏天钻探的臭味熏天啊，农村的做，我们都进行了钻探。还有农民的花池子里头，全都没有发现一点火烧，当时的秦代的火烧痕迹。事实上，在阿房宫开始修建2年后，由于秦始皇突然去世，帝国的人力物力一时间全都集中在始皇帝陵墓的建造上了，阿房宫工程被迫中断。一个没有建成的宫殿，自然不会被项羽焚烧。杜牧凭想象加在项羽头上的罪名，最终被考古学家洗刷清白。项羽的另一个不白之冤是破坏秦始皇陵和兵马俑。根据《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楚汉战争中，刘邦列举项羽10大罪状中就有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把墓中的财宝据为己有。北魏《水经注·渭水》中说的更是详尽，项羽攻入关中，挖掘秦始皇陵墓，得到的珍宝动用30万人，运了30天都没运完。但是，经过大规模的地面勘察和考古钻探工作，考古学家却发现，秦始皇陵墓上的封土土层至今保存完好。秦陵的墓道，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就是说大规模的或者一些破坏的这个考古的迹象没有发现。司马迁写《史记》时，距秦始皇入葬仅100余年。如果项羽绝陵属实，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在《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却没有只言片语？历史学家推断，掘墓之说只是刘邦出于政治需要对项羽的诬陷之词，而《水经注》中30万人运财宝的记载，更是完全出于想象。比如说项羽，你当年30万人用了30万人用了1个月的时间，把秦始皇墓内的东西都往出运，都没运完。那么，你当年那么多的东西，到今天，起码应该在社会上，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就是说应该有流传，对吗？应该有遗留。就是那么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能够确认就是秦始皇陵墓内的东西的这个文物，对吧？从这个来也反证了，就是说当年这个项羽绝世皇帝陵这个记载的可信度也是不是大的啊。完成了反秦大业和复仇心愿的项羽，面对的下一个问题远比打仗更为复杂。那就是作为一个主宰天下的胜利者，他将何去何从？复兴6国的天下大事和项羽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继续秦朝的帝制。折中古今，调和现实，项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霸王主持下的封王建国。这个霸王不是我们现在称王称霸的霸，它个霸呢，古代通伯，伯父的伯，是伯仲叔季的意思，是老大的意思。因此西楚霸王，那我就是负责封其他王的老大，就是联合政府的一把手。公元前205年1月，联军盟主项羽汇聚各路诸侯，进行了分封天下。他尊楚怀王为义帝，自封西楚霸王，统治两楚地共9个郡，
以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为自己的都城。接下来，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以陕西汉中为都城。其余参与反秦斗争的18路诸侯也都得到分封。因为项羽分封有2个标准，一个是救赵，参加巨鹿之战没有，救赵了没有；第二，入关，跟我一块入关了没有？没有救赵，没有入关，再有功不封，标准定错了。公元前206年4月，各路诸侯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前往被封的地方。分封了有他这个封非其人的地方，也有封非其地的地方。比如说刘邦，刘邦应当封关中王，因为他先入关。但是现在项羽把他封到汉中去了，说那也是关中，这个说法呢就在政治上站不着脚了。另外还有些人失封，失封中间最重要的是齐地的田荣。田氏家族在反秦斗争的初期立了很大的功劳，不能够不封田氏家族。平静的日子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光景。项羽强迫楚怀王迁往湖南郴县，接着又密令手下将他杀掉，了却了他们之间的恩怨。楚怀王被杀，招致了各地诸侯的反对。齐国的田荣率先发难，刘邦也随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进攻本该属于他的关中。项羽出兵北上，迅速击垮了田荣的军队，田荣被齐地百姓杀死。为了报复田荣，他下令部队在当地大肆烧杀掠夺，遭到齐地百姓的愤怒抵抗，战事意外地陷入了僵局。已经收取关中的刘邦乘机挥师出关，进击项羽的大本营彭城。楚汉相争的大幕就这样被急速拉开了。彭城，一座古老的城市。帝尧时建大彭之国，这里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中国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9州，彭城即为9州之一。到了唐代，彭城改称为徐州。彭城啊，也就今天的徐州，它在自古以来啊，就是拥有极为重要的这个战略地位价值，尤其是对于着陆中原的战争，彭城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彭城它处在一个被孙子兵法称为叫做四战之地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可以向四面出击。当然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四面八方的这个军队呢，也可以对它进行战略攻击。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兵发徐州这句话不知究竟出现过多少次。刘邦军的这次征战，即开了如此大规模决战的先河。围绕着这座城市发生的大战，其频繁程度简直不可思议。其原因即在于这里的道路四通八达，便于大军集中和分散，容易形成会战的局面，成为兵法所讲的通衢之地。到了20世纪初，这里成为推翻帝制的各路军阀逐鹿中原的战场。
1938年，中日两军进行过生死相搏的徐州会战。10年后的1948年，人民解放军又在这里与国民党军上演了惊心动魄的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55万人，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彭城这片土地似乎从项羽、刘邦那时起就注定要承担血与火的命运抉择。彭城，项羽的大本营，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刘邦眼看自己率领的56万诸侯联军潮水般涌进彭城，简直有些飘飘然。他甚至乐观地认为，项羽气数尽了，他再不用像鸿门宴上那样谦卑恭敬地面对项羽了。相反，谁是天下老大这个问题，也不再是他西楚霸王说了算的了。刘邦的军队在彭城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而远在齐地平乱前线的项羽已经召集了3万精锐部队人马迅疾南下。怒不可遏的项羽发誓要夺回彭城。一场被中外军事专家评价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就此展开。项羽面对的是极端不利的局势，刘邦56万大军据守彭城，以逸待劳。项羽却是长途奔袭，以弱对强。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兵力对比是56万对3万。项羽简直疯了。刘邦重兵防守的是彭城的东部和彭城的北部。是项羽派了3万骑兵星夜回师。萧县呢在彭城的西边，西边呢是刘邦进军的路线，是最不可能出现楚兵的地方。事实上，刘邦呢，就是万没有想到这个项羽敢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就在这个地方最没有防守，防守最薄弱，项羽偏偏从这儿开始打。东方既白，肆意享乐的刘邦军队尚在梦乡。项羽的3万精锐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在意想不到的时间，突然发动了雷霆般进攻。睡梦初醒的诸侯联军毫无戒备，顿时陷入混乱。战斗进行到中午，刘邦的56万联军就全线崩溃了。刘邦军根本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阵势都摆不开，就完全打乱，也不知道他就是来了多少人，就完全通信就互相之间都就是全。的阶下囚。如果说巨鹿之战把项羽带到了那个风云年代的政治中心，那么彭城之战则是他军事天才最为淋漓酣畅的挥洒出演。由此，中国军事史上增加了又一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但遗憾的是，此时的项羽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这为以后刘邦的迅速东山再起留下了充分空间。2000年后的1949年春天，当毛泽东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线南渡长江，向国民党发起最后攻击的时候，他想到了项羽的得失成败，于是，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中，他写下了著名警语：“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但2000年前的那个午后，回到刚刚收复彭城的项羽，却陶醉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依然是不可战胜的战神，依然是所向披靡的霸王。他想象不到的是，局势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